欢迎收看老挝新闻。今天是2025年3月26日星期三，佛历4月下13，万象晴，21到37摄氏度。今天的主要内容有：最新外汇报价、股市收盘行情、黄金市场报价、万象燃油价格以及老挝时事要闻。首先来关注外汇。根据老挝外贸银行最新公布的今日外汇价格，美元的银行买入价为21371基普，较上一个交易日上涨2基普，涨幅0.01%。泰铢的银行买入价为626.18基普，较上一个交易日上涨0.44基普，涨幅0.07%。人民币的银行买入价为2906基普，与上一个交易日持平。再来关注股市行情。根据老挝证券交易所最新收盘报告显示，昨日老交所综合指数收于1100.13点，较上一个交易日上涨5.41点，涨幅0.49%。开盘1094.72点，最高1108.29点，最低1093.1点。成交量174200股，成交金额22406万2000基普。成交量最高的股票是外贸银行，收盘价1270基普，交易量16万2900股，其次是老挝电力和浦西开发。成交额最高的股票是外贸银行，收盘价1270基普，交易额20400万7000基普，其次是老挝电力和浦西开发。接着关注黄金价格。根据老挝 PV 黄金最新公布的价格，重量为1株的黄金金条，每根售价是3155万基普，较上一次报价下跌2万基普，跌幅0.06%。然后关注今天的万象油价。今天万象市各加油站执行3月19日老挝工贸部公布的燃油价格，柴油每升18370基普，普通汽油每升22560基普，95号汽油每升28230基普。接下来一起关注时事要闻。1. 老挝举办反洗钱及打击恐怖融资国家研讨会。3月25日至26日，最高法院与老挝央行在万象联合举办国家研讨会，主题为提升反洗钱和打击恐怖融资能力。老挝在执行国际标准中的路径，涵盖管理、执法、司法和国际刑事合作。老挝副总理兼国家反洗钱和打击恐怖融资委员会主席沙伦塞贡马西出席开幕式并致辞。沙伦塞副总理强调，此次研讨会旨在提升相关部门对反洗钱和打击恐怖融资的认识，特别是学习国际经验，推动老挝脱离国际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的灰名单。沙伦塞呼吁与会者积极研讨，建言献策，将学习成果转化为实际行动，有效打击洗钱、恐怖融资及跨国犯罪，助力国家稳定与发展。他指出，洗钱和恐怖融资是跨国犯罪的重要形式，与毒品交易、武器走私、人口贩卖、非法赌博和腐败等问题密切相关，严重威胁地区乃至全球的政治经济安全。最高法院副院长坎佩松沃拉吉表示，此次研讨会将重点探讨国际反洗钱标准在老挝的实践，加强各部门协作，提升执法效能，为国家脱离灰名单提供支持。2. 老挝与柬埔寨举行安全合作高官预备会议。3月24日下午，老挝公安部与柬埔寨内政部在万象联合召开高官预备会议，为两国部长级安全合作会议做准备。老挝公安部副部长坎金普拉马尼翁与柬埔寨内政部国务秘书奥姆马拉共同主持会议。会议讨论并通过了2025年老挝公安部与柬埔寨内政部合作计划草案，将提交两国部长审议签署。双方还听取了老挝公安部办公厅副主任吉占塔旺萨少将关于技术委员会会议成果的汇报，并就双边合作备忘录内容进行深入磋商，进一步完善文本细节。3. 澳大利亚政府继续支持老挝参与式教学模式。2025年2月至3月期间，老挝教育与体育部在澳大利亚政府提升老挝基础教育质量与普及计划支持下，联合视觉障碍专家在沙湾拿吉师范学院开展教师培训活动。教育部师资司司长旺敦奥塞女士表示，
持续教师专业发展对提升教师教学技能至关重要。2024年初，师资司已在3所目标师范学院成立资源开发团队，负责编制适用于小学教师和教育工作者的教学资源。澳大利亚驻老挝大使馆临时代办瓦内萨·哈克特表示，在老挝，残疾儿童在获得优质教育方面面临障碍，包括对残疾成因和能力的负面观念。许多教师渴望学习有效教学方法来克服这些障碍，确保所有儿童，特别是弱势群体，能够参与并成长在学校中，是老挝教育与体育部和澳大利亚政府的共同愿景。4. 琅勃拉邦特色产品成为第8届市委全会焦点。3月24日至25日，在琅勃拉邦市委全会召开期间，当地农业和手工艺团体展销的特色产品成为与会代表关注热点。展品包括手工织布、丝绸、木雕工艺品以及各类农产品，如甜瓜、圣女果、茄子、辣椒、豆类、白菜、黄瓜、红薯等。琅勃拉邦省长坎康赞塔维苏携与会代表参观了展区，对当地民众制作的精美工艺品表示赞赏，特别是用竹子、藤条制作并涂有青漆的传统灯具，以及独具琅勃拉邦特色的木雕作品。展会上，甜瓜和圣女果因口感香甜、果肉饱满成为畅销品，吸引众多代表品尝购买。5. 韩国元件川矿省乳牛养殖推广中心耗资60万美元。3月19日，川矿省正式启用由韩国政府援助60万美元建设的乳牛养殖推广中心。川矿省农林厅厅长松萨帕里站与韩国国际合作机构驻老挝代表共同主持启用仪式。该中心占地18公顷，配备办公楼、实验室、停车场、牛舍、饲料储存区、混凝土道路及放牧场地，旨在通过杂交育种技术提升当地乳牛养殖水平，推动形成内销与出口商品链。作为老韩农村发展合作项目之一，中心将承担技术推广和养殖示范功能，助力川矿省畜牧业发展。6. 老挝与奥地利签署航空运输双边协议。近日，老挝公共工程与运输部与奥地利共和国正式签署航空运输双边协议。老挝公共工程与运输部部长南帕宋孟马尼与奥地利驻老挝大使维维安邓戈共同出席签署仪式。该协议旨在加强两国在民航领域的合作，确保航空运输网络的互联互通，促进旅客及货物运输，推动两国在旅游、贸易和投资领域的合作发展。7. 老中证券首次公开募股推介会在万象举行。3月25日，老中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在老挝证券交易所举行首次公开募股推介会。老挝证券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艾卡拉西桑、老挝证券交易所总经理希瓦萨提拉昆等出席活动。老中证券总经理李丽介绍，公司成立于2013年6月27日，注册资本1万亿基普。2022年1月10日获准开展全牌照证券业务，成为老挝唯一提供证券承销、经纪、投资咨询等全链条服务的券商。2024年底，公司完成股份制改造，按1:100比例拆股，面值调整为100基普每股，总股本增至10亿股。本次 IPO 拟募资1444.4456亿基普，其中100亿基普将用于设立基金管理公司，余下资金作为运营资本。公司上市后将成为老挝证交所首家中老合资上市券商。此举将增强市场流动性，提升投资者信心，并为其他券商提供示范效应。此次 IPO 不仅为股东创造回报，更有助于推动老挝资本市场发展，吸引外资参与国家经济建设。8. 交警提醒站塔五里线塞塔提拉大道部分路段施工。目前，万象市站塔五里线塞塔提拉大道的因彭寺至翁德寺路段以及米塞寺至南浦村路段的主干道正在进行道路扩建施工。由于施工导致车道封闭，仅剩单车道通行，造成交通拥堵，建议驾驶人员在早晚高峰时段绕行其他路线，暂时避开该路段。以上就是今天的老挝新闻，欢迎点赞、评论和订阅，我们明天见。